前有测速照相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这一集的人类图小学堂，我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另外一个能量中心——直觉中心。直觉中心呢，它就是掌管我们的安全感跟幸福感。所以，如果直觉中心是有定义的人，你会发现他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比较有把握的，比较不会好像这个很担心，那个很害怕。我常常会用这样来比喻哦，如果直觉中心有定义的人，很像是一台车上备有测速照相的那种通知的那种警示器的，所以呢，当开车开到接近测速照相的时候，这个警示器会告诉你说前有测速照相。这个时候你再把速度放慢，然后经过了那个测速照相机之后，你就可以想要加快一点，怎么你都没有问题，就不会一路上好像开得很小心。而直觉中心空白的人，比较像是没有装这个测速照相警示器的，一路上开车就会有一种这里到底会不会有？所以他可能就会很害怕，总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，然后再开车。不知道这样的比喻对你们来说有没有比较容易理解？所以我们会发现，直觉中心有定义的人，因为他对于危机，对于当他的幸福感有逐渐消失的时候，他会收到那个直觉、那个警觉，所以他平常的时候，他可以放大胆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因为一旦有危机出现的时候，他会收到那个提示，就像测速照相机会告诉他前有测速照相一样的意思，所以他不用平常的时候都很小心，他就可以放大胆的去做他想要挑战的事情啊，他想要去做一些比较可能具有一点风险，但是他们通常直觉中有定义的人会比较有信心，因为他相信有危机的时候，他可以嗅得到那种危机感。那直觉中心空白的人呢，他可能就会像我刚刚讲的，常常就会很紧张，做很多事情他比较不敢放胆的去做，因为他没有那个警示，他没有那个危机感的那个提醒，他就会很担心，万一我做了，然后这个如果出了什么风险怎么办？万一就是有生命危险怎么办？因为直觉中心我刚刚说的掌管就是幸福感跟安全感嘛，所以它也会跟我们的生命，还有我们财产，我们的幸福的感觉都相关嘛，所以它通常就会跟自己的身家财产啊，或者是身边的人啊，或自己的生命相关，所以直觉中心空白的人就会更担心，因为这东西很重要嘛，他就会非常担心，总是会处于很害怕的状况，甚至你会发现直觉中心空白的人，连很小的事情都会很小心，所以他会因为无法掌控，他无法放手去做，有的人他就会必须要借助很多工具去帮助他自己掌握情况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种突发起来的状况，他会觉得他无法处理，他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很害怕。所以有可能呢，直觉中心空白的人，他今天只是去也不是国外哦，他可能去一个外县市一个小旅行，他可能就做了3-4个计划，因为他担心 Plan A 失败的话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在外县市不熟，那我就会有 Plan B、Plan C、Plan 等等的。可是直觉中心有定义的人比较少会这样，直觉中心有定义的人会觉得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又不是在国外。那如果我们原来要去的店家、原来要走的路线出了什么状况，反正做个小小的探险也不错。直觉中心有定义的人大多是会这样的心态，可是直觉中心空白的人会觉得不行，我无法接受那种突然来的状况。直觉中心空白的还会有另外一种极端，就是除了刚刚讲会很害怕，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他会想要去挑战，因为既然他都感受不到任何危机感啊，算了，放手一搏好了。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直觉中心空白的人，常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另外呢，我还要给直觉中心空白的人一个建议，就是我们都知道能量中心是会互相
感染，我们的能量是可以借用的。所以呢，直觉中心空白的人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如果你身边的人他的直觉中心是有定义的，你会发现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哇，特别的有安全感，特别觉得安心稳定。那如果这个人是对你很好的人，是你值得信任的人，这样子的借用他的能量，借用他的安全感，借用他的幸福感，这是一个好点子。可是要记得，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他是一个对你好的人，他是一个你值得信任的人，千万不可以把这个顺序弄颠倒了。有些人会因为太依赖这个安全感，即使这个人对他不好，他也没有办法离开。这样子你绝对会陷入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深渊，绝对不能依赖别人的安全感，即使那个人对你不好，千万要记住哦。好了，我们的慢慢说慢慢写人类图小学堂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